好，這是這個油的問題了啊。中聯公司4到6月油品11萬噸全部下架，哦，那這個食藥署長江志剛說重新上架沒有時間表，因為是不是通通不合格也不一定，但是什麼時候要重新上架呢？不知道，因為他們檢驗速度也蠻慢的，你要查到底有沒有問題啊，等等等，好，先把它下架了啊。那另外呢，這個衛福部長很訝異說，桃園跟台中為什麼問說他什麼時候能上架呢？意思就是說，你們桃園、台中怎樣要護航他，什麼意思啊？哦，你們不是天天罵我嗎？怎麼還關心他什麼時候上架呢？哦，說在院會裡很驚訝，台北、台中跟桃園都強烈要求所有商品全面下架，但是我們剛好宣布下架，哎，你們這個副市長代表市長出席，又在問說什麼時候能夠上架呢？所以這個桃園市副市長王明居很生氣，他說石崇良混淆視聽，亂扯一通。哦，我們哪有這樣講？哦，我們哪有這樣講？但是你至少要給業者跟消費者一個明確的答案，就到底什麼時候嘛？有什麼錯呢？你通通下架以後，什麼時候能夠上架呢？到底有沒有問？哦，你聽嘛。如果問了，他是笨的。那台中市副市長也否認，說是他說這個石崇良口誤吧，我也沒這樣講，哦，沒有這樣講，哦，所以他們都否認了，哦，他們都否認說他們有這樣講了，哦，那另外呢，這個鄭肇興。哦，說他沒有出席院會，所以他也覺得很奇怪啊。說照理講，通常是我出席院會，我根本今天沒有去院會啊，怎麼會有什麼靈異現象呢？怎麼我變成我在問這個事情呢？啊，那另外呢，這個國民黨說好吧，不要扯了，把院會的你都有錄音嘛，行政院會把公布嘛，還原真相，到底誰問誰沒問？哦，如果說沒有的話呢，石崇良你要道歉下台，你為什麼這樣污蔑我們啊？國民黨就說有功中央就攬去了。有過就地方來扛，所以呢，石崇良這叫烏賊戰術，甩鍋責任啊。那另外呢，石崇良回應說呢，我並不是要混淆視聽，要凸顯決策的困難，上架下架決策都很困難啊。那陳時中現在是行政政務委員了，我都忘了啊。陳時中說，3大供應商加進口油品不致缺貨，因為大家擔心油不夠了，聽說有地方已經漲價了，說呢。放心，我們有3大供應商，還有我們不行的不夠的話有進口，所以缺貨是不會缺的，油是供給是夠的啊。那另外呢，說因為石崇良說王明鉅有這樣問，王明鉅說沒有，所以好幾家業者都在等交代，到底是怎麼樣回事？我們看一下。治安油風暴持續燒，食藥署更新名單，預防性下架產品7月9號新增39項，共440項。知名餐飲貴族世家布列的麵包上榜，還有康泰外銷的辣油香筍，一口氣新增數十樣細項的有他們。特定期限的蔥仔餅、牛肉餡餅、水餃、手工水餃和家鄉食品總共有27項。彰化縣的巧福實業也有12項，包含肉鬆還有海苔芝麻肉鬆。但會一次多這麼多細項，就是因為發現中聯又有其他批號的油也出包。泰山它的一項調和油驗到的是有超標的油混的中聯大豆油94%。所以他推論起來，它一定是因為其他混油的3項是陰性的。下游泰山驗到苯酊比中聯的報告確實 OK， 因此現在中聯4到6月生產的其他油脂還有製成產品，在7月10號12點之前必須預防性下架。而截至7月9號的中午12點，4月生產的批號油跟相關製品回收52.422公噸，5月的批號則是分別供應泰山、福壽、福茂，受影響品項24項，所有中聯的油通通不能出現。其他3家廠商，我們都會請他們積極配合，積極來供應。那至於還有其他的一個，除了這個原料，還有進口相關的油。強調油的供應沒問題。新北市也表示，受影響學校也增加到76校，也到通路、餐飲攤商、製造業超過3000家。問題批號用品受影響的，全部都下架回收。而衛福部也承諾，未來會協助消費者理賠訴訟。那孟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食藥這次的事情啦，這個毒油的事情哦。那其實雖然王明鉅說他說還原現場說他並沒有是在問說什麼時候上架，但是大家去看他就說明嘛，他其實就是在說，就是如果你大規模的預防性下架有必要的話，
那現在呢，認為這些檢驗未含致癌物的是否可能重新上架？他就是真的在詢問這件事啊。所以呢，就是我們知道現在大家很擔心這個油的事情，那現在大家都做到了預防性下架了。那這樣子的問法，他就是在問說，那你中央的量能是怎麼樣？我覺得也很奇怪，你必須應該問的是，那你的品質檢驗的狀況嘛？你怎麼會關心的是上不上架的問題呢？然後現在呢，就是後來又在說什麼是誤導視聽啊？我覺得這個也非常奇怪啊。那當然，這是油的事情，大家都非常的擔心。那我們也都在想說，到底這個整個通報的過程中，是不是呢有什麼可以再更加精進的？例如說，要不要後續呢？你再通報到地方政府呢，就直接也通報到中央的主管機關。因為目前的我们的流程是，你这些業者要通報到地方政府，然後地方政府再通報到中央。那經過一個會診的階段，再通知各個地方政府。那大家就會覺得說，你這個過程中會不會慢了嘛？而且再加上第二個檢驗過程中，他們就是業者還有自己複檢，然後在複檢的過程中沒有告訴就是通報的話，那你變成說整個速度又會更慢了。要不要同時來做複檢或等等大家做討論的？但是就是我覺得某一個部分也要回到真的量能的問題，因為如果你現在目前要全部預防性下架，那說實在話，大家都知道，不管是中央或地方的公務員就是短缺的，那你在檢驗的過程中一定會拖到時間。我覺得在做預防性下架的時候，大家就是要做好這個準備了。你要真的何時再上架，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難說，因為你的量能真的說實在話，中央就是這些稽查人員或是檢驗人員就是不夠嘛，還是地方政府要大家一起來幫忙，就是大家一起來檢驗說這些油到底 O 不 OK， 然後再來一起來就是度過這個就是油的問題嘛。所以我覺得目前中央地方是要大家一起來合作的啦，也不要說什麼就是好像都大家吵來吵去，因為民生的問題是大家最在乎的問題。我觉得王明俊，我在看他的意思是说了，他說問題出在中央的檢驗能量嚴重不足啦。對，就是說你現在都下架了，但下架裡面可能有些冤枉的嘛。好，那但是你要檢驗啊，那中央說我現在能量不足啊，我來不及檢驗啊，所以他認為說你能量不足，你不能回避這個問題嘛，能量不足你要想辦法增加你的能量啊，那能量不足，不好的你也下不了架，好的你也上不了架，就變成這樣嘛。那將軍，這我要特別去講一下，其實台灣發生不是第一次發生食安危機了，各式各樣的食安風暴其實也慢慢形成一個 SOP， 就是說出現食安風暴的時候，不外乎幾個標準作業流程。第一個，第一時間下架嘛，包含預防性下架；第二，最快速度做檢驗嘛；第三，合理的跟社會大眾說明狀況；第四，就依法嚴懲疏失啊，就不外乎就是這樣子一個模式嘛。那我想這一次的桃園在詢問的重點是，這個你現在大家我們都要求要下架，對不對？民意代表要下架，地方政府要下架是沒有錯的啊。為什麼要預防嘛？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這個東西會不會越查越多，因為事實上這個油的事件它就是越查越多嘛。所以預防性下架就是不管怎麼樣，我先停止，讓它蔓延嘛。好，那既然是預防性下架，它必然有錯殺無辜的問題嘛。因為有些人可能沒有問題啊，但是他被預防性下架。那這樣的一個商品，你要怎麼去做處理？從基層的角度，本來就會有這樣子的一些疑問跟需求。所以王明俊副市長在行政院院會的時候提出來這件事的本意是，你要告訴我們你有多大的檢驗的困境嘛？你有沒有檢驗的計劃？到底要多少時間可以做？並沒有講說我今天要你去講這個事情，就是一定要馬上要什麼時候上架？沒有，你如果講很困難，時間要很長，你好歹讓我們跟業者也好，或什麼有一個交代，讓大家不管是我在管控，比如說油品是民生必須，這個數量也好，或者是說讓廠商知道我要怎麼樣來做應對跟危機處理也好，你總要給人家回個話吧。所以我覺得大家就很坦誠的去談這件事情就好。但問題是，今天這件事情之所以會變成這樣，就是因為你中央在一開始的時候，你沒有按照標準 SOP 處理啊。那第一時間通通下架，然後現在在進行檢驗的時候，也許已經可以討論這件事。但是問題是你一下又講20%，對不對？你一下又講說緩一緩，不要急着下架，然後你一下又政策轉彎，它其實就耽誤了很多的時間。然後更重要的是，大家在討論就事論事要解決問題的時候，你還要刻意的去講說，哦，他們還在問什麼時候上架，想要把這件事情上綱到政治的這個口水戰，然後去掩蓋之前處理不力的事實，我是覺得完全沒有必要。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哪一個黨派，就回到事情的本質，我們怎麼樣最快的解決這件事情，我覺得才是大家對焦的地方。對啊，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油有問題，當然要下架，沒有問題。要讓人家上架，你不要冤枉好的油，也不要放縱了壞的油，就這麼簡單嘛。其實王明俊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那現在中央的意思說，我整天能量不夠啊，壞的我有沒有檢查不出來，好的我也不知道它好不好，這是中央的責任了。你可以說因為檢驗能量不夠就這樣子嗎？需要再回來。好，現在被罵得很慘了，所以中央他要滅火哈，說這個油品呢有致癌的可能性呢，要預防性下架，哦，然後呢要修法，退貨要簡單一點，說退就給你退了，哦，然後呢大家有團體訴訟一起來打官司，
這個中聯油品呢無限期停工，那它4到6月的產品呢通通下架，而且將來食安要修法，要納入突襲抽查那另外呢，這個他的總經理因為這個賴清德說要追究，所以原來好像都輕輕什麼100萬就交保了，現在呢，大家賴清德不爽，怎麼我是要重驗追究，怎麼就給他交保呢？所以總經理於林仲被聲押禁見，就嚴重了，關起來，而且不准接見其他人。那其餘的人就50到2000萬交保那另外呢，這個中聯的這個致癌的這個油，食藥署認為是關鍵就是這個東西，因為你延遲通報，所以把你老總扣起來。延遲通報既然這個下游都已經跟你講了說呢這個有問題，結果呢你還在檢查，搞了個半天，拖了那麼多天，而且你當局應該往中央報，不報呢，所以叫做延遲通報，所以把老總聲押起來那另外呢，這個他因為有3個原因呢被声押了那現在有12個被告了所以呢有的是声押了，有的是罰錢。那4大公司的董座通通被列為公告了。那4大公司呢，中聯油脂、福壽公司、福茂公司、泰山公司，其實福壽、福茂、泰山，他們3個就是中聯的股東，這3個各占1/3。所以說中聯跟福壽、福茂、泰山其實是上游，就是上游跟中游，其實上游跟中游都是一家了，就是一家。所以他們本来想说，我們內部自己擺平就好了，不要報了那另外呢，這個說卓榮泰有4字才是呢，說被斷章取義了所以立法院不要再斷章取義了現在呢要做的就是好好審查預算不要給我們斷章取義說卓榮泰的指示絕對不是只有4個字而已所謂應再考慮因為石崇良說本來當時我們就要這個下架要這樣要那樣院長說應再考慮那院長說要考慮呢，我們敢下去做決斷嗎？那我們就再考慮所以就拖延了。所以他們說不只有4個字，而且被你們在野黨斷章取義那你先問石崇良有沒有斷章取義？陳時中他說問題在業者隱瞞因為蔣萬安說中央怠惰，我們哪有怠惰？業者隱瞞我們怎麼會知道呢？所以呢，本來叫業者自主管理我們中央也沒那麼多大能力我們哪管那麼多事？叫他自主管了，叫他管不好怎麼怪我們呢？意思是這樣。那他說管不好，那監督當然是你的責任嘛。所以呢，黃國昌說你應再考慮，卓榮泰應該立即引咎下台。考慮什麼考慮有什麼好考慮的現在原來1300公噸，現在變2600公噸，我想下次搞不好這個4000、3900都有可能那所以呢，所以石崇良是拿不存在的記錄向卓榮泰報告，所以民眾黨這樣質疑他了那另外呢，現在朝野協商說卓榮泰下禮拜2到立法院報告致癌的這個油的案子好，我們看一下。它的問題最主要是在於自主管理失靈，廠商隱匿。那我要強調，這不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任何一個相關權責的單位它的一個怠惰，而在於自主管理裡面，它有一個失效的一個情況。那我們必須針對這樣的問題，才能夠了解問題，解決問題。院長在7月7號的時候也有說明關於7月3號會議的指示，那絕對不是只有4個字而已，這是絕對的過於斷章取義。老陳，我跟你講，這個食用品含致癌物質這件事情呢，是低級錯誤。那我講低級錯誤的原因是什麼？是本來不應該發生的，而且是很容易預防它發生的，竟然發生了。所以呢，你記得不久以前有一个南洋餐廳發生的用那個食品中毒嘛，後來有人昏倒了、昏迷了，去馬偕醫院死掉一兩個了，很嚴重的。這個沒有人會生病的。你看這麼多的東西大家每天都在吃，有人是因為這樣而生病嗎？也許有，不知道有人會死嗎？沒有，不會但是呢，它的政治效應非常的嚴重。那現在我有幾個問題想讓你帶到那個國會裡頭，黨團也好。現在有幾個傳聞，大家都就當作這是真的。第一點，巴西豆發生問題，美國都不會，是嗎？還有巴西豆發生問題是因為含水太大，是嗎？如果含水太多，是含水多少以上才會有問題？含水多在煉油的過程中，這個東西壞東西就出來了。為什麼？
是嗎？是嗎？啊，如果是的話，那巴西豆进來，這個含水多的是哪些？啊，他們做油出來以後有沒有查這個東西有沒有？這個好像每一步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答案了，都沒有答案。所以這個源頭進來，這個煉油的是在集中，然後再下去了，這些這個最末端的這個消費者，或者這些零售商，其實他們是無辜的，因為他們沒有責任要去查有沒有這個東西，他們也不會查，也查不出來。对，但是没有辦法，事情發生了，這個大家都要共同承擔。你要不要出場？我覺得都可以的。但是現在什麼時候可以上架？不是這些有問題的油可以回去上架。現在你要告訴我們，要回答我前面的那些問題，然後從哪一批豆沒有問題，那一批豆煉出來油查一查都沒有問題了。嗨，現在我們要上架了，是新的。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所有的油都是可以吃的，關鍵是這樣啊，不是重新上架，是到了哪一批油以後，因為我們知道了嘛，我們有在查嘛，還有這個化學物質到底有多難查，還有我們台灣的這些這個審查的這個檢驗的設備，到底可以一天可以做多少？這個都是很大的問號，因為現在大家忙着在鬥爭裡嘛，而且這是很意外的，因為國民黨很忙啊，國民黨一天到晚忙昏了頭，找這個找這個都沒有辦法起火，沒人機會哦。你說高雄那個什麼大峽谷沒什麼啊，這個油啊燃火了，這個油燃火了，所以不是國民黨忽然變聰明了，不是啊，是這個案子的本性。讓大家恐慌，而且這個恐慌啊，不是因為今天又死多少個，沒有啊，但是政府就倒霉到沒有辦法處理，所以真的這個小你們好好用心，他的這個問題還沒有。他的食品的安全不是說立刻死什麼人了，他是怕累積，另外就是心理的因素。对，比如一個東西掉在地上，我拿起來吹吃了不會怎樣啊，但是你會吃嗎？你不會嘛，就像我有一次到那個一個餐廳去叫個烤鴨。那個經理為了表示他很熱心，本來是那個一般的侍者切就好，他要給我騙人，就烤鴨掉地上去，掉地上去以後，其實也沒什麼嘛。但是你會吃嗎？當然沒什麼，你以後叫那個烤鴨送到我家。那當然你這樣不會吃嘛。我會吃。所以經理就說：“我拿到廚房給你換一個。”我說：“不要，你烤鴨放在這裡，你拿個新的來。”我說進去再拿出來，你怎麼知道換了沒有呢？類似這樣。我到香港、北京的也發生同樣的，也是那個經理把烤鴨掉地上，我說留在這邊，你拿個新的來換。我不要懷疑嘛，這是心理因素嘛。他的問題呢，老沈剛剛講有一點是對的。我告訴你，那時候我當環保署長的時候，我怎麼查工廠？很簡單，你工厂一天的產量多少？你排廢水排多少可以算出來嘛？你的設備能夠處理多少？你如果設備只能處理一天100公噸，你排廢水150公噸，你當然會亂排嘛。你多了一定排嘛，這個我就罰你了嘛。我根本不要檢查你排的怎麼樣，你這樣就是不合格。剛譬如說舉例講這個中聯因為我們原來。這個之前是沒有查這個什麼苯偏酯的，苯偏比的，是2018年我們跟歐盟的標準接軌，才開始查的。那現在他們就懷疑說，像中聯這些公司，你的設備到底有沒有改啊？因為你以前是沒有標準的嘛，你現在有標準了嘛，所以你要看，所以要查的就是老沈剛講的，你這個公司你有多少能力來處理這個事情？那你的產量是多少？你有沒有做到？先從這邊查。源頭先查，這下面查死了，要查多少油啊？源頭如果不合格，就把這根本通通不合格嘛。源頭如果合格，我再看你一天能夠產製多少，從那邊來下手，這個比較合理了。每個工廠其實都應該這樣子了。休息一下再回來。三中案。8年落幕，馬英九無罪確定，1審、2審、3審，1審、2審、3審一直到3審，檢察官不服，非要把他弄成有罪不可，但3審還是無罪。那蔡正元原來2年多嘛，現在又再判6個月，那是不同的罪名了哈。那另外呢，馬英九說：“我一直相信我自己是無罪的，我也相信他是無罪的。我等等告訴大家我的經驗，我到法院出庭，然後呢，但是民進黨一路追殺他。”所以羅智強批說，
已經民進黨糾纏了20年，浪費司法資源啊，還浪費司法資源哈。那另外呢，這個因為無罪確定，所以鍾沛君說北檢司法迫害，政治清算馬英九，當然政治清算你嘛。高檢署主任說，政治觀感並不是實質的證據，警方應該引以為戒，就說不能用政治去考慮它，你要有實質證據嘛，再說嘛，否則你怎麼以政治觀感來一直追殺他呢？哦，所以呢，夏珍就寫一篇叫《正義魔人升官記》哈。我告訴各位哈，當時在地檢署有4個檢察官辦馬英九案子，馬英九一被起訴後，4個檢察官立刻升主任檢察官，一點都不隱晦，說我們晚幾天吧，沒有，立刻全升主任檢察官，有功行賞啊，可以這樣子嗎？哦，真難看哦，但是就是你要把我怎樣，我都升了主任檢察官了，哦，所以呢，判無罪的檢察官還是升官。就說當時的這個我是證人吶，哦，在一審的時候開庭，檢察官在這個起訴過程傳我很多次了，就開庭的時候我被傳當證人，我沒有被起訴，我當證人。那他們就說為什麼要中廣要賣給你呢？我說很簡單嘛，第一個有能力啊，我會經營啊，這是一個哦。第二個，我問你嘛，哦，問你今天如果你3例要賣，民事要賣。你會賣給我嗎？你會不會賣給我？大概不會吧？為什麼？那本來就是這個，當然是有政治考量嘛，立場的考量，你態度的考量，言論的考量，怎麼會沒有考量呢？我問你們，真的，你3例今天如果說要賣了，我說我出錢出很多，要不要賣給我？3例會賣給我嗎？民事會賣給我？我問檢察官嘛，怎麼不講話？你自己想想看嘛，中廣要賣給我有什麼不對呢？第一個，我經營的很好，我會經營電台嘛；第二個，我出價是最高的嘛。幾個人出價我出最高嘛？那你還要怎樣呢？而且你有期限呢、啊，因為廣電法規定啊，你在這個時候黨政軍一定要退出啊。你法律在這個地方啊，對不對？那你法律的檢察官說，法律也沒有說不退出就要怎樣？哎，我靠，你講是什麼？真的檢察官這樣講，真的太扯了。他起訴是這樣講哦，起訴說廣電法也沒有說不退出就電台就要沒收，並沒有這樣講啊。你可以這樣，馬英九是守法，根據你的廣電法的修正案，他必須要在那個期限之前，把他的這個中視啊、中廣啊什麼這個相關的黨營事業必須要讓出，他有什麼錯呢？就硬要咬他，說他指示的，硬咬他，他其實也沒有指，他這個事情從頭到尾也沒有牽涉到他，但是就硬起訴他，就是這樣子。哦，所以一審上去都無罪，1審、2審、3審3個審的法庭都沒罪嘛。就是我告訴你，整個情況就是這樣，而且檢察官就升官了，哦，就升官了。來，小妞，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奇怪的啦，因為當初3中案最早的時候，其實從2014年，這特偵組就有展開過相關的一個調查。那調查最後的結果是，就顯然是政治辦案嘛，所以到最後特偵組的結論是，那我們就沒事嘛，他該問的也問了，該了解釐清狀況也釐清了，那結論就是在簽結嘛。那什麼時候重啟調查？不好意思啊，2017年北檢，2014跟2017差在哪裡？不好意思啊，中央政黨輪替嘛，其實就是這樣嘛。那2017就是民進黨剛剛上台之後，他做了什麼事？其實大家都記得嘛，他就是清算國民黨嘛。在主客易位之後，他為了要壓制在野黨的監督火力，或者是要壓制在野黨的生存空間，他在中央是發動了討黨產的各種活動，修訂了相關的什麼黨產會等等，這個促轉相關的這一些的法案跟條例。那在這個時候，民進黨一向很會操作輿論嘛，所以他打輿論戰的時候，他要為這些東西提供公信力啊，所以他當然要指揮3中案，讓這個東西成為查抄黨產非常重要的一個依據啊。他哪裡有管說這個東西是不是依法行政？剛剛主持人這個揭露的這個中間的秘辛就非常清楚啊，有法律指示你應該要這麼去處理，那大家來照辦，然後照辦的時候，你反而講說你不這樣辦也沒關係。如果連積極的依法行政也要成為被起訴的理由，那請問司法還會有什麼公信力呢？那就更不要講說相關承辦的檢察官還因為辦了這個案，一切都是這麼正好的升官。所以我覺得在整個政治操作的過程之中，他滿足了民進黨清算在野黨的各種政治需求，但是他賠掉的是什麼？賠掉的就是司法公信力嘛。那你想想看，3中案這事，他當初他有要等定驗之後才來決定黨產這些相關的一些配套嗎？沒有嘛，他扣一個帽子在你身上，然後講說有案子哦，有案子，有鬼，有問題，有弊端，所以我必須要查抄。要查抄黨產，要消滅在野黨，其實講白了就是政治操作。如果今天政黨輪替之後，必然伴隨着政治清算，那台灣的政治就是仇恨掛帥，就是永無寧日嘛。這就是民進黨政黨輪替之後帶給台灣最好的禮物啊。世剛，確實啊，我覺得這是典型的政治辦案，因為稍微了解馬英九人都知道，他不會對這種
交易的案子，這種商業交易案子做任何的指示。如果而且他以他的這種人格特質啦，這清廉自持來說的話，那他這個底下他就是交給底下人去辦。就當時的黨產會的主委，那叫做張哲琛，对啊，一個那麼奉公守法的張哲琛就是基層公務員，從這個財政部、經濟部這樣上來的，主計這樣上來的，所以他就也是按照一個一個的規矩這樣辦。你看張哲琛那個時候也被傳去多少次，是被傳去多少次，也查不出他有任何的問題啊。然後包括這個其中牽涉到的人，包括趙大哥也好，郭台強也好，蔡正元也好，這個案子搞下來就是十幾20年的時間，然後有的時候，然後進行選戰的時候，然後來污衊馬英九，要給馬英九抹黑的時候，就拿3中案出來打，就變成一個打馬英九的一個題材。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上面，我覺得發動這一件調查政治辦案的檢察官也好，我覺得要受到很嚴格的歷史審判啊。那再來說馬英九當時真的很守法，黨政軍推出3台。那時候包含我還記得那時候包括鄭麗文做什麼文傳會主委，對不對？那主持一個飛碟電台中午的節目就不讓他主持。哦，對，你還記得這事嗎？那時候馬英九當黨主席的時候嘛，就不讓他去主持嘛。對，但是你是換成現在，當時的這種堅持，好像現在看起來有點好笑。你說我們這經過這20年來說，黨政軍推出3台，但今天真的推出了嗎？實質影響力還在啊。所以我覺得這件案子是個教科書等級的案子。就包含說怎麼樣羅織入罪，怎麼樣把案情呢好像編造成一個大的陰謀啊，很多人在中間呢分權牟利，然後怎麼樣這樣拿一個大的帽子，比如說黨政軍推出3台啊，推出所有的廣電媒體，但事實上20年後，像看起來，我覺得倒霉的就在馬英九這過程當中的名譽不斷的受到莫名的指控。美金。而且這件事情啊，我覺得再一次提醒大家哈，就是說。因為賴清德做得太差了啊，所以呢，很多人呢就覺得說啊，蔡英文很不錯啊，或很不錯啊，蔡英文以前怎麼樣，我就說蔡英文其實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啊。3中案呢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一個特偵組不起訴的案子哈，我覺得，而且特別是大家回想一下，當時的特偵組的檢察官從辦陳水扁的案子到最後的，其實特偵組的檢察官。真的沒有因為政黨的誰當家哈，然後誰上台誰下台，好，他們有受到這些的影響。好，特偵組那時候辦陳水扁的案子也是被罵翻了，對不對？被民進黨很多的司法界的那個大佬或者什麼都罵翻了。可是他們該辦的還是辦。好，然後這個現在呢，這個案子落幕了。我覺得特偵組的那個當時呢高檢署的那個主任陳鴻東他講說。政治觀感不是實質證據，應該引以為戒啊！就是說，司法人呢，不能夠當做所謂的政治正義來去清算，作為政治鬥爭上面的工具啊。然後蔡英文他們當時呢，因為邢太昭出任了台北地檢署的檢察長，然後所以開始來辦這個案子。的確，所有的偵辦這個馬英九的這些的檢察官。之後都升官了，邢太昭檢察長也升官了。對，然後邢太昭呢，運氣非常的好，因為呢，蔡英文呢8年的任期，然後他就一路做到這個檢察總長，完全沒有事哈。然後呢，一路這樣子升官，我覺得這個給台灣政治帶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很惡劣的而且負面的示範。我們的檢察官。在起訴很多這個政治案件的時候呢，他定罪的比例非常低耶，非常低。那個時候在這個選舉期間的時候，2024年的選舉期間的時候，好多里長，就因為到大陸去，然後就被用做什麼反滲，就國安法哦，國安法就說他們有什麼被大陸什麼滲透啊等等之類之餘。一回到台灣來就被約談，很多後來都不起訴，哈，然後有很多呢大張旗鼓的被判，被起訴，然後審理。向心夫婦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例子。當初那個向心夫婦，那個王立強在那邊接受那個訪問，講的這個事情呢，似模似樣，這根本就是境外勢力聯手來去搞羅織的一個案子啊，這真的是。紐西蘭吧，對不對？他們那邊
澳洲，我覺得就是澳洲跟美國他们這種境外勢力的這個聯手，來去炮製一個案子，要對韓國瑜的大選不利。然後向心夫婦因此在台灣流滯了多少年？最後這個案子不起訴啊。然後向心，然後王立強後來他是根本就是一個詐騙犯。可是像起訴這一類案件的檢察官，他都沒有受到我們還是有我們司法官、檢察官不是還是有那些的組織嗎？但是他們有曾經受到任何的這個評鑑上面不好嗎？監察院有針對這樣子的一個檢察官來做一些什麼調查嗎？這樣是不可以的。為什麼台灣的民眾對於司法那麼的充滿的不信任？這些案子就是最好的例證，就是讓所有的台灣的民眾覺得說，當選過關，落選被關，這什麼司法啊？所以聯合報的評論就講嘛，當初起訴的檢察官、檢察長都升官了，哦，所以我認為說我們的司法制度哈，檢察官起訴要評鑑的。如果你起訴10件、5件都沒有判刑，檢察官是有問題的。你浪費國家司法資源，而且對當事人是一個很無情的折磨。你怎麼可以隨便起訴人呢？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起訴啊，證據要確鑿才能起訴啊，对不對？你說好，我起訴100件，於是1件2件，後來證明無罪，法官不判刑就罷了。如果你太多都起訴以後無罪，那檢察官是有問題的，要處分的，甚至要革職查辦的。休息一下再回來。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示警，因為有人說 AI 會不會泡沫，他說不會擔心，我不擔心，但是呢，金融體系信用擴張我擔心。哦，我就是說，基本上，因為大家現在4代同堂，一直借錢的買股票等等這些，所以呢，楊金龍說，買股票投資不要過度槓桿，有多少實力幹多少事情，對吧？我就這麼多錢，我就買這麼多嘛。你不要想說哦，我借錢還可以賺很多，那賠呢？廢話哦。這不楊金龍這樣講，不過但是很多年輕人現在4代同堂嘛，好，你等等講為什麼還要講廢話？那央行說其實沒有4代同堂，哦，因為呢，他說我們現在嚴格把關借貸，有聯合徵信，哦，所以沒有到這麼嚴重啊。另外呢，因為現在每天那個營業額都很高啊，所以楊金龍說我們沒有放水，我們並沒有這個放寬哦，而且呢，我們要加強稅收，賣匯已經回收了我們的資金了。所以呢，我們的貨幣政策越來越緊，並沒有放鬆哦。所以不要為什麼股票成交金額那麼大啊，那麼大，我們並不是我們放鬆的哦。所以呢，這個他說他還是以前那個柳樹理論吶哦。他說我們是央行是管理，不是管制哦。而且台灣的經濟能抵擋強勢的美元哦。你等着看。那好吧，這個好，我們先看這個來這個。就投資人來講，像我來講的話，我們要穩健吶，不要過度槓桿，基本上呢，也許我是比較傳統啦。我有多少錢，我才會投資多少啦。近期台股熱絡，但是否過熱？央行總裁楊金龍表示不敢斷言，但 AI 有基本面支撐，呼籲勿過度槓桿。不過，針對市場熱議的4代同堂，楊金龍也有話說：4代同堂會讓人家 confuse 的，會讓人家混淆，以為就是說我一個人他可以做這樣的同樣的一個同堂嘛。楊金龍強調，銀行在放貸過程中，透過聯徵中心資料進行徵信，嚴格控管債務負擔。各項貸款雖然在數據上都呈現增加，但這通常是不同投資族群的個別行為。至於外資近期大舉賣超台股，他認為主要是停利。不過面對立委問到股市 AI 泡沫化的潛在壓力，楊金龍也回應，當然會擔心。不過 AI 產業發展具有實質獲利，比較擔心的是信用資源是否過度擴張，而且過度集中。央行其實沒有明顯放水，實際上流向市場的資金並不多，仍然是偏緊的態度。另外，立委也關心房市管制，配合你央行
你的信貸的緊縮，你是要達到什麼程度才讓我人民買得起？楊金龍強調，房市管制何時鬆綁有3項指標，包括不動產放款集中度、房價走勢以及新青安等政府房市政策的影響。另一頭，美伊衝突再起之下，新台幣貶值。楊金龍則表示，匯率波動主要是受外資進出影響較大，央行匯率政策依循柳树理論，在穩定中有變化。老沈怎麼看？首先杨总柳树理論分成2個來講啊。第一個，他就道德勸說嘛，不要過度融資，超過自己的實力很危險的，而且越慢進場的越危險啊。因為慢進場的人是本來他沒錢呢，就看到人家賺的，他很癢，你知道，就心乖癢啊。這個我不賺的這一輩子對不起我自己，所以才去貸款。所以你的錢大部分是融資的啊，融資就要付利息的。那你買了以後，因為已經到頂，快到頂了，所以它跌的可能性很大。你跌個10%，跌個跌停板，你就完了，你就完了。所以韓國比人更嚴重，才有今天大漲，明天熔斷，後天再大漲，再大後天又熔斷，就是這些人在搞鬼。所以，但是這個你楊金龍講這些沒用。沒用，因為這些人就是賭性是不能用勸說的，就好像我吸鴉片，或者是我吸電子菸，能夠用道德勸說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最討厭的就是你的洋流理論。我可以講我們台灣這個去年賺的美國的粗糙的這個。多少億、多少千億的美金啊，不得了的，這創紀錄的。2000億。你覺得川普看不懂嗎？川普看不懂，他的財政部長也會告訴他，我們賺了那麼多錢，天下沒有一個國家賺人家那麼多錢，而他的幣值不會上升的。你說，因為賺了錢，他幣值就上去了。這是幣值上升屬於好的，幣值上升有不好的，被逼。那是不好的，賺錢上去太好了。還有第2個，外資有沒有進來買股票？有啊，當然外資也有拋售股，錢也有運出去。但是平衡來講，去年1整年外資是直接進來的，所以外資進來，然後我們股票上升啊，然後我們對美嚴重的、非常嚴重的粗糙啊！你告訴我，為什麼新台幣永遠停在31塊5毛1，或者31塊5毛2，完全不動？有這樣的數學嗎？楊總裁，你告訴我有這樣的數學嗎？不可能的，這個不是輕描淡寫的說洋流啊，搖啊搖，搖啊搖，東風來了往西搖，是這樣嗎？你胡說八道，你騙人，你知道嗎？太好笑了。真的太好笑了，好吧？除了這個以外呢，說女力爆發，中研院然後選新院士有19個新科院士，其中8個女性當新院士，還有3個名譽院士都是女性，是歷年最多的，表示我們的女性出頭天啊。另外，台積電的資深副總、台達的技術長也進來了，台積電的吳顯陽副總、台達電的郭大為技術長，通常這種。技術人員比較，因為大家認為中研院比較是理論的技術人員進來了所以呢說量化指標取代創新精神，所以呢院士現在今年缺額超過1半了，本來要更多的，所以表示人才斷層了，所以能夠有資格當院士的比較減少了新院士減掉30%以上，所以人才被認為也是亮紅燈了這都是人好吧，這個孟環怎麼看？其實我覺得，如果用今年的院士的人數來說，人才亮紅燈，這個也有點不太公平啦。因為我們其實去看了這幾年來的院士的人數哈，當然在2024年那一屆是當然比較到28，但是其實如果你就前幾年推，大概2016、2018的時候都是大概20、21，所以其實跟今年19是差不多的。那我們也知道中研院它其實就是一個國家支持學術自由的地方，那院士呢也是大家互相投票出來的結果。我覺得這個多或少，但是由院士們來決定啦。那用這個來當做一個衡量人才的標準呢？我覺得呢不是一個很適合的標準啦。而且我同意孟華講的哈，有一個部分在於是說，因為呢，你講到這個中研院的這個院士的人數啊，然後說我們人才斷層的這個危機，
我覺得從這個部分，從這個院士的人數來說，台灣人才斷層的危機，我覺得不是太能夠成立的。關鍵在於是說，我們選出來的都很多都是外籍院士啊，都是外籍院士啊，所以他們並沒有在台灣從事這個基礎教育或者是說高等教育的部分嘛，哈，所以說。如果說中研院的院士哈，我們過去長期有建立一套制度，就是說我們的院士啊，不管他是外籍院士或是哪裡地方院士，他跟國內的高等教育有緊密的結合哈，或者是說我們有開大師班吶，或是怎麼樣，如何就是這樣子培育出來的人才，不足以因應台灣的這個人才化，那我覺得可以有點判斷的標準啦。如果僅是就說去年選了多少人，上一次選了多少人，然後今年選了多少人，所以人数下降來說我們有這個人才危機的話，我覺得這個有點怪怪的了哈。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說，我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沾光了啊，就是我有2位表哥哈，都是中研院院士啊。有一位院士今年过世了啊，他们是兄弟啊，就是杨祖宝院士跟这個杨祖佑院士啊。那但是呢，有關於台灣人才斷層的危機的事情，這個楊祖寶院士呢，他前不久才從加州那個 Santa Barbara 大學的校長退休啊。他大概非常多年前啊，大概幾十年前的時候，大概也有20多年前了吧，就跟我講過了哈。他從一個指標上面來看啊，就是說，像過去不管是在 NASA 啊，或者是在在美國的一些最頂尖的前沿科技的這些的研究室裡面，有很多的台灣的留學生哈，在台灣念完大學，然後到美國念碩士、博士，然後加入了不管是貝爾實驗室啊，說很多在實驗室 NASA 的有很多台灣的人，可是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斷層哈。那這個因素當然有非常的多，到底是因為台灣的年輕人他們不願意出國去讀書深造呢？還有後來的我們最近的這一階段的問題就在於是高科技，因為高科技的很多的像這些台清交訓練出來的一些的優秀的人，他們都投入了台積電這些賺股利，因為時間關係。優秀人才，要不然就像老沈這樣去幹醫生了，要不然就是做實際的可以賺錢比較多的技術，真的做純科學研究的越來越少，越來越少。对，真的是這樣。我覺得所謂的人才斷層不能用人數來做唯一的判斷，但你看看這一次，包含有很多業界的人才也被授予了這個院士非常高的這個榮譽職銜，這某一些層面雖然是一種鼓勵，但也是一種示警嘛。也就是說，我們的人才其實高度的集中在實務跟業界的裡面，但是對於我們重新回到中研院的角色，包含創新、理論的推進、學術的創建等等，我覺得台灣在這個地方還是有比較大的加強空間。是啊，因為我們念基礎科學的人，包括博士班都招不到學生啊。對，大家最多念完碩士就出去工作了，因為書就有薪水啊，那更不要說在國外了。你說像30-40年前台積電通過國外這些人來，那不可能的事情。頭版的這個標題啊，胡說八道，胡說八道。哎呀，這個是花院選來。